今天我来一地方啊，这地方我盼了10多年了，天天打听，终于要开了，咱们去看看啊。北京公交馆，咱们北京公交集团做的一个自己的历史陈列馆，咱们看里面都有什么。这个大屏里展示了北京各时代不同的街景和公交车的一个动画啊。这儿还有一个啊，这进馆之后第一个狠物是一个1:1复刻的当时北京的有轨电车。当年这驾驶室多简单啊！这个是控制动力的，这控制方向的，踩还能响铃。这砖头也不简单啊！这是1924年，当时北京电车修造厂原装的砖，100年前的。这整个区域讲的是全世界公交的历史啊，最早车都是用马拉的。这大一路啊，这算北京第一批公共汽车，是1935年的道奇，这辆是一个复制车，复制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看前门到交道口一路。1949年建国的时候，北京公交就这么几条线啊，最长的一条是从天桥到西直门。哎，这大家看着眼熟吗？售票员用那种皮夹子啊，还有这个加票的板儿。小时候特羡慕，自己在家模仿是吧？红蓝铅笔划那个票，全都是历史文物啊，现在都留着呢，真不容易。这是京一电车，1959年北京的第一款国产电车，这也是个复制品，复制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，我觉得。看当年的路线，动物园到北京站。大家还记得这个红白相间的站牌吗？这是我印象中最早的公交车站牌。啊，这如果作为公交车司机，现在怎么上班呢？早上上班拿自己的卡，在这点领取，一刷卡，看，开一小门，里面就是我今天用的车钥匙。这是目前北京公交实时的发车的表，这是真的啊！就这辆车此时此刻，这个司机在这个地儿真的在发车，实时的同步到这个馆里，这太有意思了。这间屋全是北京公交历史上的车票和月票啊，全是放大版的，大家熟悉吗？我记得我大概用过这种啊，这个时代是我小时候的时代啊，还有月票啊，看郊区职工是吧？这个交工啊，分郊区、市区、学生、职工。这块我感兴趣啊，历史上的北京公交的车模，好东西啊！大家看看上面那个车，咱看看上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大家认识这个吗？这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奔驰和北京公交一起弄的一个轻动力示范线，当时跑的差不多是384路那个线路，中关村到颐和园。我当时还特地去坐了这个车，拍了一堆的照片，太怀念了。有2辆啊，其中1辆就在今天这儿，这是比较新版的北京的无轨电车啊。咱们越往后车越老。这黄绿相间的北京公交车大家还记得吗？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。我见过第一款是367路，第一次有这种后置发动机软软的北京公交啊，觉得公交车一下高级了一大块。这款车80后一定熟悉吧？红白条的北京公交，小时候的回忆呀。这车门是分4片的，3步踏。因为这车的底盘其实是一解放卡车改的，所以特别高。当年关门都是气动的，呲一下啪就关上了，特别怕把脑袋夹着，是吧？这车里有一大包是它的发动机，一般就打着了，可以开着。视野好通透啊！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开一回啊？更老一点的朋友就更熟悉啊！我小时候，我们家门口的22路、47路都是这个车。当时还有个汽油版叫 BK670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黄河的啊，基于黄河底盘的柴油版的。当时其实公交车呢都是卡车底盘啊，这种柴油版的呼噜呼噜响那种都是黄河重卡的啊，那个汽油版的比较温柔点，都是解放底盘的，像那个。大家还记得这小窗吗？当时也是一个独有的设计，司机可以通过它看到站里的人啊，距离我有多远，会不会压着人。还是挺巧妙的哈。
这么长的公交车，估计以后不会再有了啊！地板上的地面都是一条一条的木头，中间有个大转盘。小时候就爱这么站着，这样一拐弯，两个腿就会跟着动，特别有意思。最盼望的位置，除了那驾驶座，就是这儿啊！售票员坐在这儿，一拽这个车门就能关上，特神奇。这就比较古老了啊，57型北京公交，1957年的，这就是我们父辈小时候坐的了。80后就没什么记忆了，说实话。大家看这车有意思吗？前面没有驾驶员，也没有发动机啊。那个时候公交车比较缺乏，上世纪50、60年代的时候，于是呢，我们公交车保修公司的同事们做了这种拖车啊，里面照样能坐人，然后用个杠子，用一个公交车拖着它。后来就变成了咱们那大通道，是当年给公交车加油的加油机，像不像小时候80年代奶奶家那冰箱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只有升数没有钱数。的确，公交车加油花什么钱是吧？看这个，这是30年代的日本丰田公交车啊，也是复刻的。这也是建国初期最早的那波啊修复的那波破公交车之一。这是一烧煤气的炉子，当时往里头扔木头，然后烧起来的煤气供这车行驶。这要是追尾了，可太吓人了啊！这一辆就更有意思了啊！这辆是一辆斯柯达牌的公交车，这也是北京最早引进的公交车，也是咱们后来的那个57型的那些车的原型。公交车是汽车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，也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的名片。看日本的电车文化啊，伦敦的这个公交也有博物馆，咱们北京公交终于有了自己的公交馆了，展示了这么多历史车型，等了10多年，不容易，给北京公交点个赞啊！这博物馆目前还处于内测阶段啊，我是第一批请来征求意见的，什么时候开放咱们敬请期待啊！